我们当然欢迎大企业在马来西亚市场。你投1-2亿或几十亿、100亿，也可以增加我们的就业机会。对，你增加就业机会。你在本地投几亿的，你肯定是要做外销的，对吧？不过，因为我们门户大开，我把它形容成为什么？好像吴三桂啊，引进清兵入关，就是你大小通吃的时候，那个小的中小型企业，它跟着大的进来，有点木马屠城的感觉了。他们的确是讲来屠城，是他进来的时候，我跟你讲，他们能够拥有100%的股权呢。除了几个品类 industry，其他的都能够，我们包括我们所谓的贸易，包括那个律师楼，包括律师楼啊，律师楼都能进来。你想哦，中国那么大，进来之后，我们情何以堪？嗨，你好，我是能杰。这个时候你在收看以及收听的呢，是由 BFM 财经所制作的开门见商。那么这个星期呢，我们要来探讨的是中小企业的艰辛以及困境啊。那么我们也看到说，昌明政府呢一直不断的在炫耀他们的政绩，说呢大马的经济复苏，外资投资大幅成长啊。但是为什么大马的中小企业却觉得生意越来越难做呢？那最近呢，我们就在南洋商报看到了拿督刘明的一篇的专栏啊，里面就提到了大马中小企业在政客还有外国的企业的夹击之下呢，处境可以算得上是越来越令人担忧了。那么今天呢，我们就特地请到了拿督刘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跟我们聊聊究竟现在中小企业面对到的是哪一些的问题。来，先跟我们的观众朋友打个招呼吧。能杰你好，大家好。是，好，那么其实呢，你最近写的这一篇文章啊，在这个南洋商报的这篇专栏叫做《政棍蝗虫夹击，中小企业情何以堪》啊。这篇文章当中呢，你特别提到说，最近的市场好像是死水一潭哦，可不可以跟我们描述一下你自己个人观察到目前现在中小型企业他们究竟受到的影响有哪一些呢？其实我觉得中小型企业的挑战当然之前那3年我们遇到疫情嘛当时有挑战，现在很多中小企业才刚开始，因为什么呢？能杰，你看在当疫情的时候，政府很多补贴嘛，很多刺激方案，所以这个 MCO 之后没有要补贴的钱都补贴了，现在剩下的话只靠我们自己，所以而且当时很多我们所谓风口的一些产品出来过后呢，当你回去自己的本业的时候，那个业绩坦白讲很慢，回来的很慢，回来非常非常慢。现在我们真的，尤其是零售业真的是才开始尝到一些苦果。为什么呢？好像你讲 B40，老实讲，要用的已经用，要买的已经买了。现在你看最近我们的这个政府不是宣布能够拿第三户口拿钱出来嘛？我相信去几题的那个人都是 N40，为什么 B40？ 我相信他第三户也没什么钱剩。你看那个 N40 去拿钱的我相信都不是来刺激那个市场，是发挥自己资金的缺口用的。我相信，所以我认为这每年40亿未必有刺激了我们的经济，这是我的看法。了解，是。其实你这个文章的这个主题非常有趣哦，就是说政棍还有蝗虫。政棍我们都知道嘛就是这些政治人物、这些政客。蝗虫你这边指的是中国中国的企业啊。好，我们就一点一点来谈。我们先讲到政客的部分。你有提到说，这个政治人物为了他们自己自身的这个利益，煽风点火。其实具体有哪一些行为，其实对于这个市场造成了负面影响？其实包括了像是这个抵制的浪潮啊，还有我们看到说国际上面的一些地缘政治的问题，然后政府的反应，是不是都是直接或者间接的会对我们的中小型企业来造成一些影响的呢？对，因为你看市场本来就是不是那么好，加上那政客的在鼓动之下他们其实我觉得马来西亚政客有些政客都不知人民的疾苦，他只讲自己的利益。你看其实当你看过去，当然我们不是要批评那个宗教的情绪，不是。我认为好像那个挖石事件，当 KK 也是我们的好朋友当已经道歉2-3次的时候，我认为就应该平息了。那么当他鼓动的时候，大家情绪都不好，变成搞到族群对立，
你看它这个其实是延续了之前的那个以巴战争之后的那个我认为是一个后遗症了。当他发现我们就用宗教力量鼓吹群众力量能够打倒一个那么大的国际财团，你 KK 算什么？一个本地财团，是他自己口中讲的。所以当你情绪鼓动之下本来已经不是很好的那个我们的 market sentiment 在鼓动之下更加糟糕。你看你钱假如没有去用在市场上它等于没用。等于就是不会流动，当时资金不会流动的时候我认为给市场是非常非常的一个冲击。那么在市场里面之前我一直观察我们的股票市场，资金市场，你看，要是你看了，尤其去年财报都赚钱哦。其实之前在今年第一个年初的我写那篇文章，我是预测今年是一个丰收年，我是预测在后半年第二个季度，不过看起来好像是我可能有点乐观。其实现在你所认识的这一些中小型企业的朋友他们会不会有一些担心呢？就是比如说，因为看到了 KKMart 的遭遇之后，现在大家是不是都会很像活在阴影里面，仔细的去检查，说我卖的商品是不是改天又会不小心，然后又碰触到了一些敏感的这个议题，现在大家会不会有这种捕风捉影的这样子的一个情绪在呢？会的。你看那北哥浪潮其实还没有 over， 只是最近稍微好了一点。你看那种趁机会 opportunities 机会主义者，你看他出来一个跟我们的那个 KFC 有点类似的结果我心里就在想，当时我在看 KFC 怎么去反击，我认为他做得非常好。市场上其实有一个我们叫做从众心理。我记得我在文章里面讲过一个理论就是曾经我看过一个巴基斯坦的那个回教学者，很多年前他的马来西亚访问的时候，他语气深长的告诉采访的记者说，他说巴基斯坦为什么今天那么保守，是因为很多政客利用宗教捆绑人民的选票，变成大家都在斗保守。他讲我真的不喜欢看到马来西亚有到了我们巴基斯坦这样子的一个地步。很多年过后，其实很不幸的，马来西亚已经到了那种大家竞争保守的一个地步。所以当你一个氛围，大家在竞争保守的时候，当我们在为了那个宗教大前提底下你讲我现在在北哥，你能够不从吗？你一定这个随众型这个从众心，你一定会跟着大家一起走的。你看伊朗是这样子。之前结果他们有人就发起了什么不戴头巾运动，结果当一副白诺的时候，在伊朗现在很多时候你可以选择不戴头巾。其实马来西亚是这样子，它一定有个转捩点，一定我们叫 moment of truth， 就是最近肯德基做得非常好。它其实给了市场一个很好的一个典范。DFC 出来对吗？我现在在趁母亲节的时候，我来一个大促销，当全部一窝蜂勇气。为了用这个母亲节之名，对吗？好像我看到你之前你在北哥这么你也来，大家都来的时候，你就没有那从众心理有可能被打破，这个魔咒可能被打破。所以我认为这个肯德基这招是非常非常好的。所以希望经过这个突破，其他的好像讲麦当劳还有其他的 Starbucks 能够随着这一波。希望能打破，要不然以巴战争还没有一个结束的话，我告诉你任杰，这个北哥的浪潮是还不会过去的。希望借助这个事件能够稍微打破一点。是，但是大豆我觉得像是这个肯德基，他们是大的财团嘛，所以他们可能有这个资本可以来做大促销，但可能有一些小的企业，他们可能就没有这个资本做促销，或者没有这个能力整个商业环境，如果大家都是存在在就是生存在这种的不确定性跟没有安全感的情况底下，你有没有听到说，其实有一些企业也有出走的念头了呢？出走我还没有遇过，我们都是在连锁协会， okay. 零售连锁协会，所以我们认识很多的一些零售会员。出走的手法是没有，关闭的岛很多，不是因为这样子关闭岛很多，关闭它的很多人未必是被北哥的，都不是被北哥的。那我告诉你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我一个朋友，他是做这个户外运动 camping 帐篷之类的东西。那么他也告诉我，他讲生意很难做那么他讲有那个
迪尼斯的集团告诉他可以用他的 mascot 来做做 licensing。他问我你认为如何？他要付一笔蛮贵的一个那个特许资金。他讲一个问题，他问他的员工，马来员工，假如我拿这个，你会买吗？我是很喜欢啊，迪尼斯 Disney 的那个 logo。问题是我不敢买，怎么呢？我怕人家别人投以我一样的眼光。你看这个是北格一个问题。所以你讲有没有人因被北格而出走？我认为是在我们的本地品牌还好，只是讲当你要用一些其他的特许品牌，来加持你的品牌的话，人家会再三考虑。这个已经严重的，我认为抵触了我们马来西亚身为一个自由市场的一个想法。以前我除了不抵触这个法律的情况底下，我可以做任何决定。现在我考虑的决定还多了一样，是否这个产品是来自美国被革？我认为这个是非常非常严重。这个就是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市场里面，它必然会发生的事情啊，那也就是增加了企业它发展的一个困难度啊。那另外一个困难度呢，你在文章当中提到的就是蝗虫的部分啊。你提到说关于这个中国商家进驻大马市场，对于本地中小型企业造成冲击啊。那其实我们也看到说，首相安华他一直不断的鼓励这个中国的资金进驻大马，这难道不是一件好事吗？为什么说大批的中国企业进驻到马来西亚或进来马来西亚投资，这个对于中小型企业具体会造成什么样子的伤害呢？这个是一个最近我跟朋友在聊天的，一直在闲聊的话题。而且这个话题能觉是非常非常严重。我写这篇文章之后引起一些反响。我就在 browse 我的 YouTube 的时候，我看到原来这个 Wall Street Journal 他真的在4页都写了一篇文章，跟我写这文章是有点雷同。这篇文章叫做《中国冲击2.0》。Shock China 2.0， 为什么 2.0？ 当中国在1920年初的时候，朱镕基当总理的时候，美国一直在鼓励中国加入世贸 WTO。当中国加入世贸之后，它不久就成为世界的工厂，所有全世界的工厂几乎都关闭，结果全部在那边投资，因为工资便宜嘛，对吗？价廉物美，那个是1.0。这一次因为疫情过后，中国本身的经济很不好，那么政府就尽量鼓励他们产能过剩的商品全部输出外国，引起这个赚取外汇美金。不久前耶伦美国的财长岂不是在中国访问嘛？是他不断的提起中国的领导人。是吧？不要一直为了要提高你的经济，把你的廉价商品到处在贩卖，包括什么？除了我们讲的一般的商品之外，日用商品之外，包括它太阳能板，包括它的电动汽车。所以你看，当美国现在正在考虑，对吗？用这个所谓的关税版，关税。那这个为什么？其实蝗虫基金也是我写，不过我没有把它命名蝗虫基金，是报章的小编把它作为一个蝗虫经济。不过我认为我想写，不过我在很小的那个下面有提起一下。那为什么是这样子讲呢？你看中国，我们跟他做生意很多年，中国的市场那么大，它本身有10多亿人口它一个省都比我们还要大，对吗？在这个内卷的情况底下，大家都唯一能够做的是，大家看谁比较便宜。当你们内卷很便宜的时候，当时候在疫情前，中国市场蛮大的我不是要走出去，有出来了，不是没有。以前可能在线上，一小部分的线下有出来，不是没有。大部分还是内销。大部分还是内销。现在因为他们自己本身行情不好，你讲他们出去的时候中国有一个很大的，我认为大家同一个赛道。他是用他一己一国之力跟你竞争的，你知道吗？就是讲你那边本来就已经很便宜的，因为内卷的关系。当他出口的时候，政府补贴的，你知道吗？我的商品包括类是11%，假如没有错的话，11%。就是讲你只要用你的
你的本钱，对吧？你出口的话，你的标准啊，你还11%的利润。曾经在日本一个日本教授把中国的那个电动汽车解剖，叫中国人来算他的那个成本是多少，结果他发现成本只有80块，一台车的成本只有80块，不管是美金是人民币我忘了，他怎么生存？他能够生存为什么？因为这可能一部车补贴他1万或2万人民币，是他能够生存啊。所以为什么你不能够怪西方国家针对那个中国？是很不公平的赛道来的。你看我们当然欢迎我们那个大企业在马来西亚设厂，你投1、2亿或几十亿、整百亿，也可以增加我们的就业机会。对，你增加就业机会，你在本地投几亿的，你肯定是要做外销的，对吧？因为美国就不给你到中国，你要增加关税啊，就中国去，在马来西亚你赚个钱，可能是当马来西亚产品。不过因为我们门户大开，我把它形容成为什么？好像吴三桂啊，引进清兵入关，就是你大小通吃的时候，那个小的中小型企业，它跟着大的进来，有点木马屠城的感觉了。他们的确是讲来屠城，是他进来的时候，我跟你讲，他们能够拥有100%的股权呢。除了几个品类 industry，比方讲可能航空啊，金融之类的不能够被他们来这边经营的其他的都能够，包括我们所谓的贸易，包括什么服务业，包括什么呢？包括那个律师楼，包括律师楼啊，律师楼都能进来，包括什么accounting。OK， 都能够进来，无所不包。你想中国那么大，进来之后，我们情何以堪？人杰，所以不只是这个产能过剩，把这个过剩的产能丢向我们这里，输出到我们这里。特别是我们现在也可以看到，说像美国还有欧洲国家都对中国的产品呢进行了这个贸易的壁垒、关税的壁垒，但是所以他们就有更多的产品可能没有办法销到西方国家的时候，那就可以想象有多少的产品会就是来到马来西亚，抛售到马来西亚那其实我们的政府毫无作为吗？我应该先问这个问题：我们的政府难道不知道这件事情吗？感觉上还是在后知后觉吗？老实告诉你能姐，我认为他们不知道，他后知后觉，他只意味着想招那种投资进来，中国尤其是中国，所以他没有去思考到那个后果，还有对于他招的都是大的资金，那个没错了。OK， 你看能姐，我觉得了你知不知道中小型企业，我看我们的 GDP 了58%是服务业，只有20%多是那个制造业，只要没有错的话。OK， 我们政府经常讲中小型企业你要做 Industry 4.0，我请问我们如何做 Industry 4.0？为什么工厂只有大概20%几，对吗？你讲 Industry 4.0 58%那种服务业的人怎么办？怎么 Industry 4.0？好像我们，对吗？服务业好像你们这样子，怎么 Industry 4.0？所以当你一味的鼓励的时候，我们没有做，他讲你们马来西亚中小企业没有那个竞争力。你不要忘记，美国世界唯一的强国现在了他都要保护啊。每一个产品要征税42.6%，马来西亚曾经他只是空运过来，我们叫什么小商品税有没有？今年才开始征收的，之前是不用的了嘛。所以我们要给税，他们不用，他们飞进来不用给税。对我们不公平的，全世界都在保护中小型企业，美国那么独大的经济体保护中小型企业，我们门户大开，有那个4.0，我们怎么办？但德栋，我相信，其实，在马来西亚愿意出来说真话的人不多，特别是遇到了这个中国相关的议题，其实大家，特别是华社啦，通常都是有着这个所谓的中国情意结，所以大家可能很不愿意去正式的面对这些问题。那也许也有人他会提出一些疑问，就说：“大豆，你说中国的企业他这样子来马来西亚竞争然后他们来输出这个过于产能等等的，难道其他的国家来马来西亚投资就不会有这样子的问题吗？”
你要看它的特性。OK， 在马哈蒂时代，很多美国、日本进来投资，对吗？他进来投资，他把技术带进来，他直接放弃了把技术带进来，几乎都是用本地的，除了一些高层之外，都是用本地的人才、本地的一些物资。我告诉你哦，中国进来，好，我朋友做那个建筑行业的，他连铁钉都带进来，铁钉都带进来。OK， 就是把那个container那些铁钉也带进来。它是包括了他的员工也好，或者是他的东西。供应链也好，生产链也好，一次过带完进来，它就是一条龙的全部带进来，因为便宜嘛。所以他们进来的话，老实说，我告诉你，这种投资对马来西亚经济到底有没有帮助？我认为这种投资要不要也罢，它不是进来建设，它是进来严重的伤害我们的国家经济，尤其是中小型企业完全没有受保护。OK， 我们不怕自己人竞争，从来没有怕过。疫情后 ，online 线上的竞争很激烈。是，中国进来，现在今年的1号之后他们进来要给10%，我叫 limited tax 10%，他们有一点推说，不还是过后还是开始进来。顺便告诉你两样事情讲到这个10%我有个朋友。他是中马中这么友好那个协会，他是那边跨境电商的那个主任他被马来西亚的那个参战去邀请去一个座谈会，关于中国的电商突然间离场，因为10%，10%他都要离场，很少利润对吗？他都要亏本要离场，当然现在可能调整出另外一批人进来了，表示什么？他们除了因为量而廉价之外，他再加上他们的那个赚钱利润是非常低的，10%要离场，你看他们那么低，出来可能政府有补贴，我们是不能够跟他竞争的。是，好，那达多，其实我们现在知道问题了，我也希望说有政府的官员可以听到今天这期节目，你希望政府怎么做，怎么来帮助中小型企业？是对这些中国企业增加关税吗？还是我们应该怎么办？假如他没有100%能够拥有钱的话，我在想，因为你来，好像我一个以前的供应商，他已经在我的办公室附近开了一间那个办公室和 showroom 了，3000多房车，根本就跟你对着干。那我在想假如你没有工作准证，你进来开店，对吗？你是触犯法律的，对吗？你没有工作准证啊，你签张那个 invoice 你都是触犯法律啊。我是想要求政府，这种进来投资的，尤其是中小型企业，你一定，他正在训练那种我们本地的人做 TikTok 之类的，你知道吗？我是想 ，OK， 要求政府这种进来，开店做生意的我们一定要 make sure 他有工作准证。OK， 不过你现在他有100%拥有钱的话，这招我看是很难。所以你问我们需要政府做什么？我认为他应该要采取一些行动，就是讲怎么样去设些壁垒 ，make sure 他们不能够这样子永无止境的进来。具体情况怎么做？老实讲，我当然束手无策，我没有个想法怎么做。这个政策的东西应该是政府在什么？他们一味的引资进来，他没有想到你们会大开。我们中小型企业，尤其服务业怎么办？58%是服务业，我们怎么办？我再下去的话，可能在5年里面，很多中小型企业会倒闭。是，最后一点点时间，其实达到你可不可以也建议说，除了是像是中国企业或者是中国产品倾销的问题之外，现在中小型企业还有遇到哪一些问题是你觉得政府是应该要马上出手来协助来解决的呢？我认为这个是竞争，我们从来不怕的。你看这个世界趋向保守，对吗？美国、智利、南美洲、印度、印尼，都在做一些措施，因为保护主义嘛，现在是所谓保护主义。是，我认为我们要开始去，这个世界肯定是趋向保护主义了。因为最推崇自由的美国都已经开始保护了，对吗？结果你到这世界倒回来，你知道吧？
以前中国是很怎么讲保护主义啊、对，有人说全球化已死了，对对，意思了。反正中国问你们要自由贸易，他当然自由贸易啦，把廉价商品推到全世界，对吗？是。所以现在我认为，其实马来西亚已经开始想我们怎么去保护本地工业，这是我认为马来西亚要慎重的考虑自己如何做，我们留给我们的决策者去做这个事情。好，谢谢大都刘明今天来到节目现场，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啊！不晓得你对于今天大都刘明所分享的，不管是政客或者是中国企业的这个部分，对于中小型企业所带来的影响，你有怎么样子的想法，或者是你有什么的意见，可以来帮助我们中小型企业来进行复苏，或者是解决目前遇到的困境呢？都欢迎你可以在我们的留言板来给我们留言的。正在 YouTube 观看的观众，希望大家可以来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就可以随时随地看到我们最新更新的影片。我们下次见。